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azer。已经五一了，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期间，我在这里呢，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节日快乐。我们已经大概录了有10期的视频了，我们主要的围绕主题就是股票投资以及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我这里呢，作为一个交易员，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中国的 A 股市场以及数字货币市场来给大家做一些投资分享和意见仅供大家参考。希望每个人都能从我这里有一些收获，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希望你能喜欢我的就点击订阅我，点击小铃铛，经常观看我，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的就是我个人认为，随着创业板注册制的落地，我们全球放水已经放了大概有2-3个月了，到5月份为止，我认为目前为止全球流动性开始回暖，5月份的全球市场行情可能会不错。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创业板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及创业板的注册制是什么，是怎么回事，以及未来我认为创业板会走出大牛市的3个理由。今天我们主要来谈的就是创业板。好，我们先来说创业板是什么。创业板大家都知道，炒股票的人都知道，创业板的股票其实是300开头的。我们股票市场 A 股有600开头的股票，以及000开头的股票，还有020开头的股票，还有300开头的股票。这些股票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的 A 股。但是我们中国的 A 股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个交易场所。在上海上市的这些股票就叫沪市，就叫上海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沪指，对吧？上证指数的股票。还有就是深证成指，对吧？这些股票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这些股票就是深市的股票。创业板属于深市的股票，但是它单独独立于主板之外，成为一个创业板。因为什么呢？因为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大多是科技、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代表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呢，本身他们可能盈利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他们未来的成长空间可能更大。所以呢，我们就单独列出来一个稍微有一些高风险的一个投资的市场，就是创业板市场。大家可以把创业板市场对比一下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对吧？创业板指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纳斯达克指数。好，了解了创业板之后，我们再来说什么是注册制。注册制其实是一个非常比较领先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股票市场的一个上市制度。就是说上市公司呢，你在上市之前要通过一系列审核，提交材料才能上市，对不对？我们国家以前实行的是核准制，这个制度比较严格但是审核比较缓慢，对吧？其实美国股票呢早就已经实行了注册制大部分这个西方国家也都是注册制。也就是说股票呢，基本上你达到一个要求，很容易就会通过，就能上市了。但是上市了之后呢，你是宽进严出的。也就是说，虽然你好进来，但是你退市的时候也很严格。如果你的上市公司有一天破坏了某个标准，或者说不达标的话，你就会被迫选择退市。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注册制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是大势所趋，非常有利于我们未来整个 A 股市场的发展的，对吧？所以注册制现在创业板开始试行改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未来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制度。为什么说创业板现在开始做这个注册制的呢？其实我们中国在科创板的时候已经开始用注册制了。科创板其实是比这个创业板更加有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市场，对吧？也是我们这个习大大提出来一个科创板。科创板呢是上海的这个股票市场，但是现在创业板呢其实是在2009年就已经诞生了，它是深圳的这个股票市场。好这个注册制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市场的优胜劣汰的一个制度其实代表我们这个制度非常的完善，而且未来我们创业板的退市制度也会非常完善其实是让我们整个市场呢向一个良性循环来发展了我这里说一下我们这个主要的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对我们老百姓或者说有什么比较实在的一些改善呢，比较改变。首先就是创业板它的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我们的股票本来不是每天只有涨停板和跌停板这个之分嘛，就是说你只能最多涨10%，还能就是最低跌10%，对吧？上下个区间就20%的波动空间这是极限了，对吧？ A 股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实行了注册制以后，我们的创业板的这些股票就可以向上涨20%，向下
跌20%，对吧？是个非常大的空间了，也就是一天你可以波动40%的点，这是非常恐怖的，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就要考虑这个风险了。这个风险其实是比以前还要高的，以前只有对吧10个点、10个点、20个点，现在是20、40个点的波动率了。还有什么呢？就是10万的人民币的一个投资准入门槛。我们创业板以前啊最高是300万的这个一个投资门槛，还有就是说后面变成50万。还有就是说你要填一个问卷，对吧？你要个人去这个券商开户申请才能购买创业板的股票。现在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门槛其实变低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有2年的股票交易经验，以及你有10万块钱这样一个资金，就可以去交易创业板股票了，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把门槛放低了，对大家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说实话，这对于散户来说其实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市场的话，你盲目的参与进来，很容易亏大钱的。对吧？这是2个数字上的改变，大家可以好好重视一下这个创业板的注册制。说完这个注册制以后啊，我们要说，我个人认为创业板未来就要进入牛市了，而且创业板现在已经在牛市了。我个人认为创业板这2年的表现，我们通过上一次的视频总结出来，就是说2019年到2020年全球资产表现，我们发现创业板全球首列、全球第一的收益率表现。所以现在已经其实大势所趋嘛，就是创业板其实已经在走一个小牛了，对不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趋势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我认为大的趋势，创业板已经走了有2年了，也就是从18年底的底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的时间。创业板未来，我个人认为也是个大牛市。为什么呢？我今天就要说3点理由。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创业板这个注册制，我个人认为就是第1点理由。因为这个注册制改革了之后，市场变得更加公平、透明、公开，对吧？自然的优胜劣汰。很多上市公司呢，只要你做得好，你就会被人追捧，被资金追捧；但是只要你做得不好，会有一天你违规了，你就会很快就会退市，对吧？其实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制度了。这样一个制度其实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循环。还有就是什么呢？注册制改革之后呢，你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只有10万块钱的就可以投资创业板了，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散户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成交量会放大，然后资金呢会疯狂的涌入，这是创业板一个长期利好，因为资金的进来，对吧？会推动整个市场的上涨。除了第1点的注册制改革之外，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的股票本身的本质是什么？创业板股票大家我刚刚也说了，主要是互联网、传媒、生物医药以及科技类的上市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呢，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对吧？它是未来是进步的大方向，而且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很多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新基建的对吧？一个板块。所以说很多这些科技类的股票都在创业板上市了。而且我认为呢，在这一波全球的疫情过后呢，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方式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我们创业板很多股票其实代表着未来人类的新经济的发展形式，所以投资这些股票其实就等于是投资未来，他们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潜力。所以呢比如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创业板这些股票到底你觉得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我们就拿创业板的排名市值排名前10的股票来给大家做一个举例子。我们看到表格这道我会放一个表格出来。从创业板这个总市值来看，也就是说市值什么？市值就是它总的一个大盘子，对吧？你有多大体量？你有100亿还是1000亿的一个体量？上市公司的体量非常大的话，证明你很优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市值排名前10的上市公司有哪些，代表哪些行业和产业。首先看第1名，第1名的股票叫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就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大家肯定知道特斯拉这只股票，对吧？特斯拉是美国的上市公司，是马斯克，对吧？作为一个 CEO 在经营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主要生产什么？特斯拉汽车，对吧？汽车的话，它现在全球非常畅销，是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最为先进的一个电动新能源汽车吧。而宁德时代就是为特斯拉供应3元锂电池的，3元锂电池就是电动车的一个动力来源，对吧？所以说宁德时代作为它的一个核心零部件、核心电池供应商，其实是跟特斯拉同落的。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市值排名的宁德时代，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优秀的，它也代表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第2名是迈瑞医疗，迈瑞医疗大家都知道是做什么呢？是做医疗器械的，
最近呢还在生产呼吸机，因为疫情嘛，它需要向全球市场来供应这些医疗器械，这也其实代表了未来一个方向嘛，就做医疗器械，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科技类型的一个股票了。还有第三个是温氏股份，温氏股份的这家公司是卖猪肉的，是做猪、鸡、鸭这些家畜家禽养殖和屠宰的，这些其实说实话是一个农业，但是呢可以说温氏股份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猪肉和家禽这些农畜类的养殖商所以说它是一个龙头公司，所以这里也可以看一下除了温氏股份，我认为后面的股票基本上代表了未来，代表了科技，或者说就是先进的方向嘛再来就是爱尔眼科，爱尔眼科是一家医院，全国连锁性的医院，对吧？做什么呢？做眼睛手术的。就假如我近视了，你可以做激光手术，然后你就可以把眼睛摘掉了。这个公司我觉得它已经走了长牛了，它是最早的一批上市创业板的股票，已经走了将近10年的长牛了然后是智飞生物，这家公司其实我不太了解，但是这家公司呢有个产品应该是做什么呢？做给女性打宫颈癌疫苗的，也就是说女性可以提前打这个宫颈癌疫苗预防以后的这个宫颈癌这也是这个生物公司，也是代表未来方向的。还有是东方财富，东方财富这家公司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详了，为什么呢？它是一家全国的互联网龙头券商企业，给你开户，对吧？网上开户，这非常的对吧？受大家认可。还有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基金公司，就是给大家销售基金的，叫天天基金。大家投资基金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网站，大家基本上从这上去买基金。还有康泰生物，这也是生物医药公司，这个我不太了解，我也不多说。芒果超媒，芒果超媒是一家传媒公司，大家都知道湖南电视台对不对？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就是芒果超媒。芒果 TV 也是这个芒果超媒旗下的，大家可能看了很多综艺节目、娱乐节目，都是芒果超媒生产出来的，对不对？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互联网传媒的一个方向。蓝思科技，蓝思科技是手机智能硬件制造商，主要是做手机的玻璃盖的，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的苹果手机以及一些智能手机的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商。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产业代表吧。最后一个深信服，深信服是我们国家云服务发展的一个龙头吧。除了阿里、腾讯这些大公司之外，深信服是我们在 A 股上市公司的一个云服务和数据一个挖掘分析的一个提供商，这也代表了我们的一个互联网发展方向。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前10市值的创业板股票都代表了我们的这可能说社会的发展方向，都代表了未来，他们都是高科技，对吧？都是互联网的企业，而且生物医药类它也是属于科技类企业吧。所以看到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一部分的产业和一些方向的，可以就是值得我们去投资，比你那些什么铁路水泥钢铁、煤炭这些夕阳产业要好很多，对不对？大家做投资肯定就是投资未来，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制度改革，就是注册制。第二个理由是我认为创业板股票都是代表未来的股票，所以值得去投资。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投资创业板呢？是因为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K 线，我们现在的 K 线从月 K 和周 K 来看，这两个大的级别的 K 线呢，创业板已经进入了一个底部反弹，而且是成交量越来越放大的一个态势。我们都知道，成交量是代表着一个市场走向繁荣的关键指标，成交量放大，你的股票才会逐渐上涨。成交量如果萎靡的话，整个市场就会变得萎靡不堪，就会开始下跌，对吧？所以说我认为你可以看到现在 K 线创业板的成交量在不断的放大，所以说我认为它已经进入一个小牛市的阶段，这2年。还有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美联储已经有2万亿这个已经放水放出来了，2万亿大家要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值2万亿美元。但是我们中国呢也开始放水了，我们中国从去年的就是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从商业银行定向降准已经大概释放了2万亿人民币的一个这个就是货币吧。这些货币最后流向哪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只有2个蓄水池，对吧？央行放的水总要有地方去的，这些水最后流向哪呢？我认为只有2个地方。当时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就是说要么是固定资产投资，要么就是股票。固定资产的投资包括基建和房地产，然后股票我也不说了，对不对？大家要知道现在国家是房住不炒，严格调控房市的，不可能让房价再继续去泡沫化了。而
基建我认为短期内难以去大规模的铺开，因为地方政府要发债要上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再去招工人立项目，其实做基建我觉得短期内去难以实现的。所以这个水最后我认为只能流到要么对吧是固定资产投资，要么就是股票。我个人认为股票市场的概率更大一些。而且说实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央行放水啊，这个水短期之内它是想救什么呢？它是想救实体经济的，但是总是不可能这么顺你的意思，因为市场就是这么活泼，就是这么可爱，对吧？其实这些水最一开始不可能短期流入实体经济，不可能短期把经济这么快复苏救活实体经济，它其实往往会短期内推高我们的虚拟资产，推高我们的资产泡沫化，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短期的资产泡沫化要么表现在房市，对吧？比如深圳的房价，但是这个其实要遏制的，要么就是股市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总共3大理由，我个人认为创业板是我们未来一个大的一个爆发点，创业板值得大家去投资，去关注，对吧？创业板其实是我们中国最优质的资产，再加上这一波注册制改革以及这个央行的放水，我个人认为创业板短期内会推动资产泡沫化，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而且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到5月份了，疫情已经有所缓和马上大家都要出来复工，完全恢复生产经济了。这个时候最先表现的其实是股票市场，为什么？因为股市永远是经济的晴雨表，是率先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认为5月份我们的行情会不错，甭管是创业板还是深圳还是上海这个指数都会不错表现，包括美股最近已经涨起来了，包括说比特币以及区块链数字货币市场都会因为这一波全球的流动性释放，短期内把资产推向泡沫化。不信我们就拭目以待，我短期内看好5月份的行情，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创业板创业板的投资。今天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点击订阅我，给我留言点赞。我们下一期呢来讲什么呢？我们要讲一讲大家如何去投资基金，间接投资股票，这样一个低风险的操作，而且零门槛，10块钱就可以买基金了。如何去买基金？如何参与创业板的基金投资下一期我们来告诉大家。谢谢大家，拜拜。